10月1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博雷利共同举行第12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并共同见记者。王毅表示，双方已全面恢复各层级交往，形成新的共识和成果，展现了中欧关系的韧性和活力。博雷利表示，不希望与中国脱钩，欧中分歧不应阻碍双方合作。韩正表示，中欧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没有地缘政治矛盾，双方共识远大于分歧，合作远大于竞争。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方愿与欧方加强高层对话和各级别交往，对共同关心的问题真诚深入地开展沟通，进一步增进双方理解和互信，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博雷利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并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使全世界从中受益。愿通过此访进一步加强欧中关系，确保年底欧中领导人会晤圆满成功。在13号举行的第12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双方已全面恢复各层级交往，特别是绿色、数字、经贸领域高层会晤成功举行，形成新的共识和成果，展现了中欧关系的韧性和活力。中方一贯是从中欧关系的内在逻辑来推动和发展中欧的全面战略伙伴，我们也不会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和干扰。博雷利表示，欧盟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发展建设性和稳定的欧中关系。欧中经贸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欧盟不会对中国关闭大门，不会打贸易战，无意限制中国发展，乐见中国繁荣稳定，期待同中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双方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应推动政治解决有关问题。中欧战略对话是中国和欧盟之间的高层对话机制，它与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并称为中欧关系3大支柱。外界关注到，这是博雷利担任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以来首次访华，也是近来中欧高层在多领域密切互动的延续。这一系列互动将为今年年内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奠定基础。过去几年来，中欧关系呢，其实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一些曲折。那么，尤其是欧方的一些对华认知出现了一些负面化的趋势，所以中欧双方其实是非常迫切的需要，尤其是在政治互信的一些问题上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对未来中欧方向、中欧关系的大方向应该怎么走，双方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和一个达成新的共识。在与博雷利共见记者时，王毅回答了近来欧盟领导人持续提出所谓对华经济去风险的问题，博雷利也作出回应。中方重视欧方的经贸关切，愿意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为欧盟企业在华经营营造更有利的环境。中方也表达了对欧盟去风险，特别是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合理的关切。我们敦促欧盟避免保护主义的做法，审慎使用贸易救济的措施。It is one of the largest trading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No one else is exchanging as m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Yes, we are one of the most open economies in the world. We don't want to be protectionist, but sometimes we have to protect. 欧洲舆论普遍认为，博雷利此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解释欧盟去风险战略，让双方关系重回正轨。欧方的这样一个矛盾的心态呢，它背后还确实是和中国之间的这种经济上的、经贸上的这种互补性这种以及未来仍然非常巨大的合作潜力是不可忽视的，也是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双方所都需要的。所以，你如果一方面要去风险，一方面又保持合作，你就要这样一个走钢丝的状态，其实这才是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风险。据路透社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表示，美方已接受邀请，将参加10月底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中美两军高层接触的重要一步，分析认为，这与两国一段时间来在各领域接触逐步增加有关。
而香山论坛的召开或为中美两军之间线下沟通提供了一次机遇。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五角大楼欢迎在北京香山论坛上与中国军方代表就确保开放和可靠的沟通线路以及危机沟通渠道进行接触。路透社评论认为，这是两国军事关系可能回暖的最新迹象。美方主动发布这条消息，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近期，中美高层接触保持了一定的节奏，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多名高层官员访问中国。中方一些官员也在赴美国和其他国家参加国际会议期间与美方官员会面。中国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周，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议员代表团访华，受到中方高规格接待。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军方的接触。此前，美方多次宣称两国军方缺乏沟通，中方则多次澄清两军沟通渠道并没有关闭。观察指出，在美方改正错误之前，两军高层的接触缺乏适当的氛围。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9月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重申，美方缺少的不是沟通管道，而是正视现实、改正错误的勇气和行动。我们要求美方拿出切实的行动，为两军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美国派出驻华使馆5官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专家视频会，今年中方对美发出邀请，也是延续以往惯例。分析认为，随着美国政要接连访华，中美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迹象，而两军关系服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同样需要沟通来弥合分歧。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时任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邦办施灿德出席论坛，他是目前为止出席该论坛的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分析认为，美方这次也将大概率派出同级别官员参加香山论坛。目前美国的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邦办是 Michael Chase， 他负责中国事务，同时呢也负责这个台湾问题，派他来参加这个香山论坛呢，实际上也很适合美国目前的这种对华政策，总是希望在对华在与中方对话的时候，把台湾问题拿出来谈，而这个 Michael Chase 呢，又恰好是负责这个事务，所以从级别上，从他的这个主管的业务上来说，派他来是我觉得是大概率的事件。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于2006年，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要安全对话平台之一。从2014年起，香山论坛由2轨论坛升级为1轨办的高端防务与安全对话论坛。根据国防部发言人消息，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今年10月29号至31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共同安全、持久和平。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确认参会。香山论坛常被拿来和始于2002年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做对比。不过，相比更体现西方国家意志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香山论坛则为中小国家搭建平台，让亚非拉、中东等地区的国家有发声的机会，相互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相弥补的关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对于美方决定派官员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舆论普遍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那对此您怎么看呢？确实，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年来中美两军的交往虽然没有完全中断，但的确是处于了某种不正常状态。因此，美国国防部同意派官员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还是多多少少给了外界一些惊喜。而在我看来，基于这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都对全球安全事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中美两国不仅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而且都是有着广泛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影响力和辐射能力的大国。无论是全球性的安全问题，还是地区性的安全问题，比如俄乌战事、朝鲜半岛问题、台海局势、中东局势等等，都跟中美两个大国密切相关。第三，中美两个大国不仅都是全球军事强国与核大国，而且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这两个国家关系的好与坏，将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安与危。这样一种情况，也就注定了，无论是全球性的安全论坛，还是地区性的安全论坛，中美两国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在全球几大有名的论坛当中，香格里拉对话会是由英国和新加坡联合举办的，德国有慕尼黑安全峰会，加拿大有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这些论坛的话语权基本上都是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上。跟这些论坛相比，香山论坛不仅是由中国所主导的，而且每次都邀请了大量亚非拉国家参与，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平台。我认为，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是香山论坛不可或缺的嘉宾，因为在安全领域，很多国家都有话要对美国说，美国仍然是这些国家在安全领域的重要倾诉对象。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乐见中美双方代表有机会在香山论坛接触，以确保拥有公开可靠的通信线路和危机沟通管道。那么对此您又如何看呢？我注意到美方似乎是把近年来的中美两军沟通与交流，尤其是共同出席香山论坛的功劳，都包揽在了自己身上，甚至有不少西方舆论还将中美两军交流一度受阻的全部责任都扣在了中国身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虽然由于美国曾经制裁过中国国防部官员等因素，中方一度拒绝了中美两国防长正式会面与对话的要求，但是这一次却是中方主动向美方发出了出席香山论坛的邀请，美方是被动接受的。我认为中方这样做，除了可以展现出我们愿意启动中美两军交流与对话的诚意，以及反击外界有关中方拒绝中美两军交流与对话的批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美两军的确是面临着一系列非常迫切而又非常棘手的全球与地区热点问题，需要沟通，需要解决。除了根深蒂固的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与朝鲜问题，以及已经尽显疲态，以至于双方都打不动了的俄乌战事之外，我相信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以巴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即将对加沙地带的行动，将会成为本次香山论坛的热点话题。届时那些来自亚非拉，尤其是中东阿拉伯地区的国家，将会在这个问题上给美国施加巨大的舆论与道义上的压力，并希望能够通过美国把这些压力传导给以色列。另外，美国军方将会派遣什么层级的官员来出席本次北京香山论坛，也成为了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不过，我认为，不管美方出席香山论坛的官员层级如何，只要美方派出了代表与会，就意味着两军的关系正在回到过去接触加防范的两手策略和轨道上，只不过是现在是以防范为主，接触为辅而已。但尽管如此，只要愿意接触，就意味着中美两军都展示出了愿意谈起来而不愿意打起来的诚意。